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！这绣活继承哪儿找啊？谁见得到啊？看看，巫婆，这双小鞋几钱？10钱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啊！明日啊，我外甥过满月，我看这小鞋送的很合适啊，就是价钱高了点儿。你仔细看看这做工，10钱值不值？若是不值，你再来还价啊！这个说的也是，10钱就10钱吧。哎，挺漂亮的。巫婆走了，好，穿着好了再来啊。好。巫婆，这东街药店掌柜他新娶的小妾，下月就要生养了。正需像你这样手巧的绣娘做一套喜庆的被褥，这活计你得帮帮忙。你放心，你只需把定金拿来便可。那好。婆婆，这个好漂亮。这块布绣的真是考究，尤其是这花枝，绣得灵动精美。敢问这是出自您的针线吗？哎呦，公子，你取笑我老身呐！我哪有这样好的技艺呀？我是带人家卖的。看看，那这针线该是出自楚国人之手。也许是燕国人、赵国人也说不定。婆婆莫打诳语，恐怕这燕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花。这种花从来没见过。是，好秀气的小花，真是从来没见过。这是杜若，它开在半坡林中，这是只有楚国才有的花草。公子，你买便买，哪有这许多话啰嗦？好，这块布我买下了，多少钱？30钱。这是50钱。只是求婆婆告知，这针线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？我不卖了，我不卖了，我家里还有些事情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啰嗦。我说买当然要买，婆婆留步。这50钱请收下。婆婆，在下楚人黄歇，为寻故人特地来到蓟城。若婆婆知晓一二，望如实告知，黄歇必有后谢。哎，婆婆。这样听来，那芈月实在是个妖妇，夫人也的确受了莫大的委屈啊。他们与我是刻骨铭心、不解之仇。哎呀，夫人，他们是那个贱人，毁了我一生一世。好了好了，而且秦国会后也来信说要燕国帮忙收拾了那公子季母子，凭国相爷的智谋和权势，要他们的性命不过就是举手之劳。既然如此，还不赶快替妾身出这口恶气，顺便送秦国一个人情。夫人以为诸国之间的人情是那么好送的？燕国送秦国一个人情，秦国能还燕国何物？既然秦王母子急于要取公子季母子的性命，这也就是说呀，公子季母子并非可有可无。我们正好用来与秦国讨价还价。我一直担心燕国对秦国过于依赖，秦国既是燕王母子的靠山，也是燕王母子的牵制。眼下我们正可以用秦国质子来掣肘秦国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我不懂你那套生意经，我要他们死！不可，我要将这筹码安安稳稳地放在那儿，待价而沽。我要他们死！可我还没有想好他们的价码。他们若不死，妾身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公子季母子干系重大，一动而牵全局。你已经使了手段了，让他们吃尽了苦头。眼下他们流离失所，生计艰难，夫人只当是让他们自生自灭了，如何呀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肯为我做主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夫人该撒手了。我若不肯撒手，又怎样？倘若夫人做事不留余地，就不要怪老夫与你
学。我打老远就闻到了香喷喷的肉味儿，我是循着味儿过来的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巫婆来了。婆婆，你看这一株花种的好看吗？哎呦，真好看！能种活吗？能，这当然能栽得活了。婆婆，今日我们有肉吃，你在这儿吃吧。好啊。哎，珍嫂呢？啊，在那儿呢。珍嫂，你看看这院子，总算是有点春天的味道了。宝儿，娘给你做肉吃。你看你那么瘦，你就应该多吃点儿。你说那公子是宝儿？娘给你做肉吃，你多吃点肉，才能长得高。珍嫂，巫婆，夫人请您进屋坐坐。哎哎，婆婆，进来坐。米夫人，香儿，倒茶。哎呀，你们来了以后，这还真像个家了。珍嫂人很好，她把继儿当成是自己的孩儿一样疼爱。珍嫂也是可怜，她把公子当成了自己的宝儿，想想不免让人有些担心呐。儿女是母亲的心头肉，做母亲最难挨的，就是孩儿没了，可自己却还活着。继儿，若是能让珍嫂心里头好过些，也是桩善事。米夫人，您真是宅心忠厚，怨不得你的女工这么讨喜。其实这些针线，不少都是由香儿他们帮忙做的，只是绣活由我亲自动手。米夫人，用不了几日，你的女工就会名满继承了。上次你给慕容夫人做的那件富贵海棠的衣裳，让夫人欢喜的不得了啊！她跟我说了，那件衣裳她穿去了燕王宫里，以后见了都称赞的不行。雕虫小技，慕容夫人欢喜就好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啊，哎，这个是慕容夫人给米夫人的金，这个是那些孩童的衣衫鞋帽换得的钱。若不是夫人手艺好，哪卖得了这么多的钱呢？婆婆为我们穿针引线，倍尝辛苦，这点钱，婆婆拿去喝茶。不，米夫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也就是跑跑腿，哪用得了这许多酬劳啊？这是婆婆该得的。谢谢米夫人，那老身就不客气了。米夫人，您的手艺虽好，但是在街头巷尾招揽生意，未免过于打眼了。婆婆，这是何意？前些日我在街市上兜售你这些女工，被一个贵公子拦下了。他倒是答应高价买了这些孩童的衣裳，就是让我说出这些女工的来历。我记得夫人嘱咐过，万万不可以在外人面前透露身份。我就匆匆收了生意，才躲开了他的追缠。巫婆阅人无数，可看得出他的来头？像个世子。哦，他能一眼看出这些女工来自楚人之手。他说了，他也是楚人，就是来燕国寻找故人的。楚人，他可提了自己的姓名？提了，是楚人，姓黄的。黄什么？黄歇。米夫人，
人在哪儿？只是街头偶遇，又怕是歹人，没敢多说话，所以不知道他落脚何处。看来他真是夫人的故人。哎呦，那老师真是有眼无珠了。拜托婆婆，尽力去打探，我要见他。好。新鲜的芹菜，开布，米糕啊，新鲜的芹菜啊，热乎的米糕。热汤哎，刚出锅的啊，热汤。米糕，开布。哎，热汤了啊，刚熬好的，热汤的，热乎的，来尝尝吧。婆婆，婆婆，一成老爷，一成老爷，灵儿姑娘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呢？国相夫人要我把那个给慕容夫人做针线的绣娘寻出来。听说那个绣娘好像住在西市，所以我到这儿来碰碰运气。一成老爷到这儿来，难道也是给国相夫人办事？啊，不是，哎，婆婆，我约了好友在前面酒铺喝酒，没想到灵儿姑娘也在这儿，这不巧了吗？你看，既然一成老爷公务繁忙，那灵儿就不打搅了。好好啊。热汤啊，热汤！原来你就是那个敢于刀口舔血的义成。黄歇久闻大名，失礼失礼。若不是正好碰上灵儿，小的或许就可以知道黄歇为何要和那个牙婆见面了。记得那个慕容夫人曾与我说过，正是那个牙婆牵线给她做的那身衣裳。可无论怎样追问，她就是不肯将那绣娘的来历告诉别人。也许那黄歇找牙婆就为了做身衣裳吧。难怪你只能做个义成。哎，小人愚钝。明明那黄歇一心要寻的是秦国来的芈月，他急于要见的人，只可能是与那个贱人有干系。小的明白了。这么说，牙婆的背后肯定是芈月。只可惜我跟那牙婆曾经相识，牙婆见到我后就不肯与那黄歇多言语，转身就跑了。你也算没白跑，帮我厘清了那绣娘的底细。哪个绣娘？我一直猜测那绣娘是何高人，原来是她。那个贱人藏在西市不肯露面，却悄悄与我斗法，富贵海棠，杀败了我的桃花参。哼，算他赢了一局。谁敢与夫人作对，那是自寻死路。这次一定要痛下杀手，免得他一时气息奄奄，可眨眼的功夫就又活过来了。要不是撞见了那个可恶的一成，我就能向公子说明夫人的处境，把她带到这儿来了。既然被赵成那条狗跟上，一时不见也罢，免得生出事端，给公子惹上麻烦。公子到了燕国，便被人盯上了。我担心的是，这样一来，夫人您不能去见公子，公子呢不明就里，想见夫人也难呐。婆婆不要着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哦，听到那个与玉成大话的妇人说，国相夫人正在到处寻找给慕容夫人做衣裳的绣娘。她还是不肯对我们放手。
不知大王是否知晓，近来义渠人屡屡搅扰边境，眼下已经深入我大秦腹地，此患不除，人心惶惶，政局不稳呐。王叔不必多虑，那义渠小贼吃肥丢瘦，贪图小利，只要我大秦出兵，义渠人自然溃不成军。但是大王决定带兵东征，老夫担心后方兵力空虚，出现意外，因而想召回司马将军重新领兵抗击义渠。大王，那司马错和魏冉一贯居功自傲，飞扬跋扈，时时图谋不轨，绝非是可托付之人。右相不必担心，重新召回只是权宜之计，绝不会长久托付。是。还有一事，臣不得不问。王叔但说无妨。大王此次东征到底师出何名？寡人早就说过了，去洛阳看看九鼎。这不可成为出师的理由。为什么不能啊？楚离子，你曾悉心培育大王多年，竟然不知道大王的志向。请右相指教。微臣记得，大王自小就纠缠你我，问周天子的九鼎是何模样。我们都说没见过。周朝没落，那周天子都成了摆设，那九鼎不见也罢。楚离子未免鼠目寸光。大王虽生在秦国，但终身愿望是能够乘鹿车过三川，入王畿，一睹九鼎。什么？右相也要告知老夫，大王兴举国之力出兵东征，难道只为一睹那九鼎之风貌？老夫不信，死都不信。王叔，您说的没错，寡人并非只是看看那九鼎，如此兴师动众的去一趟，未免得不偿失了。寡人准备驱除周天子，入主王城，收九鼎为己用。这样一来，我大秦自然威震中原，四海归心。诸国只能心悦诚服。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有何不可？弄不好，秦国和大王就要受到天下的讨伐。哼，就算天下诸国都来讨伐寡人，那又如何？寡人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勇者之师，以一当十。众爱卿，你们说呢？大王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大王下令如山，我等一当百；大王一马当先，我等无所畏惧。好。夫人，有瑞，你来了。你说你什么身份？还自己亲自扶犁开荒种地，结果把腰伤成这样。我总不能让咸阳宫里的那个人以为拿住了我而称心如意。我这次来带来些柴米油盐钱和薄绸，够你们支撑一阵子。以后千万不可再上堂下地了，好好养病。一应所需，我随时送过来。啊！幸亏有你照顾我。如今朝中如何呀？还能如何？宣室殿里坐着那么一个大王，远离贤良老臣，重用小人和莽汉。眼下他又日日闹着要东征呢，迟早有一日要出大事情。不行，我这病得赶快好起来，不然会辜负先王对我的嘱托。夫人，你不可乱动，不可再逞强啊，夫人。先生，魏冉将军和司马将军来了，快
快请他们进来。是。楚离子，你们来了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楚离子3番5次派人上门来请，我等怎敢不来啊？老夫知道2位将军心中气恼，我这个王叔也实在是无言面对2位将军。既然如此，楚离子为何还要费这番周折？你等该知晓，大王已带兵东征之时，鲁莽灭列，不时进退。我看着大王从小长大，怎就没看出他自始至终只是个蛮人鲁汉？就算大王疯了，但满朝文武呢？怎么都跟着发疯？这又像甘茂，因处处顺应大王心意而深得大王倚仗，而大王也只宠信任比、孟贲和乌霍3个力士，其他人的话一概不听，稍不顺耳就逐出朝堂。更见那韩魏2国居心叵测，居然门户大开，任由秦国兵马长驱直入。此刻大王已经占据韩国的益阳，夺取5岁，兵临洛阳了。如此一来，秦国危在旦夕。老夫对大王已经无能为力，可是作为臣子，活一天就得为大秦的安危操心周旋。我知道大王对你们不公，可眼下朝中贤士凋零，老夫已经无人可以调遣，能信任的人只有你们了。楚离子错了，现如今我等都已解甲归田，再不问军务朝政。告辞。2位将军，2位将军，2位将军，大秦如今危在旦夕，社稷江山毁于一旦，老夫就是罪魁祸首。望2位将军看在先王恩育后代的份上，伸手救救大秦的黎民百姓。你这又是何苦？2位将军，若不答应留下，老夫定是不敢起来。你快起来！周氏气数不尽，看看那周天子唱得如此张口舒服，便知他们时日不多了。大秦事业犹如大王，似骄阳凌空。从来九鼎迁移，欲使王朝更迭。今日寡人就要把这九鼎给搬个位置。敢问周天子，此物便是九鼎？正是。此九鼎本是夏禹收天下9州之金所铸而成，上刻本州山川人物、土地供奉之说。
九鼎列于朝，乃天子所掌九州之象征。哼，你是何人？小人东周人士，苏代。依你们看，这鼎有多重？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？鼎乃天子之器，重达1000钧。自九鼎铸成以来，除奉天子之命合力抬举之外，凡人岂可轻易举起？哼，笑话！照你的说法，此鼎若非天子之命，别人还碰不得。不是碰不得，是碰了又能如何？寡人不信，有谁能举得起这鼎？好，那寡人就跟你打个赌如何？你说无人能举起此鼎，寡人却说有人能举起此鼎。若是寡人赢了，此鼎便是周天子输掉的赌注，由寡人带走，如何？天子不用怕，且看他们举试试。好，人比吴霍、孟奔，在。你们上前，比试比试，看谁先能把大鼎举起。是。此王鼎父王气系天命，想冒犯此鼎之人，先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命，小心遭了天谴。且好，依小的看，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强人所难的好。寡人养兵1000日，用兵1时，你们3人究竟谁人能举起此鼎？大王，人比不才，想先试试。好。大王，人比气领不尽，有辱大王使命，该死！吴霍，你来。是。一定能，我就说不行。孟奔，你是大王。
秦国的确无人能有举鼎之力。天子，您错怪他们了。据臣所知，秦国的这几位壮士皆身具奇力，平日里举个千钧重物也非勉强。只不过这九鼎非凡人所能冒犯，他们就算有这个力气，也是无计可施了。要你们有何用？不如寡人亲自来举。大王不可啊！秦侯，不必勉强。天命在周，九鼎无人能动。您迁怒于他们，已属本末倒置，更不必自己与自己赌气啊！大王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大王身系天下，不可以身相视啊！大王身系天下，秦侯，天理人事不可违背，见可而行，知难而退，善也。敢下！寡人既然已经来到洛阳，就不能虎头蛇尾。人比他们并非不能举起此鼎，而是心中胆怯。寡人乃王者之身，自有天命。寡人就不信，天命在这个獐头鼠目的家伙身上，而不在寡人身上。大王，人之以一决，不必再言。大王不可啊！消息，大王从洛阳回来了。大王怎么了？大王在洛阳举鼎，身受重伤。大王没了。会后，大王已被定下谥号。什么谥号？大王一生好武，所以美视为武王。武王薨了，会后切勿伤心过度，坏了身体。大秦还需要会后整操国事。我怎能不伤心？我儿风华正茂，却在洛阳举鼎身亡，这都是人比孟本、吴火这些乌合之众蛊惑怂恿的结果。武王过于崇好力士，罗织宠用，才使得这些人无法无天。先王去世，把我儿交于你们辅佐。王叔若能时时指点提醒，
不至于有今日之事。魏后，魏后，吴霍等人确实罪不可赦，如今已经被关入大牢，只待朝廷依法定罪。还等什么？传旨下去，车裂吴霍，腰斩人比，狐朋猛奔，3人歼灭9族。是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当儿之死，怪不得你们。但只有处置了乌霍等人，才能让秦国免于天下耻笑。眼下重中之重是大秦的王位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魏后说的对，吴王吴后生前又从未提及楚魏之事。吴王有兄弟10几人，大都各有封地兵马，这让朝中重臣难免担忧。国家大事，非我一深宫妇人可妄言。但王叔不知，武王在世时，确与我提及过楚魏之事。丹阳郡公子壮，是已故魏长史之子，多年来一直由我派人悉心照料教导，人品贵重，历练有成，在他的封地丹阳，也搞得风生水起。当儿一直看重这个兄弟，曾与我说，若有一日他弃世时无子息，可将王位传于公子壮。公子壮，公子壮性情木讷懦弱，先王在世时，那公子壮就总是人云亦云，亦步亦趋，从不得先王所喜。这骤然提议立他为国君，恐怕难服众人。我只是据实相告而已，具体取舍，当然还得与你们商量。虽说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但此事重大，不急在一时，还是慎重为好。老臣在前朝还有政务打理，就先告退了。甘相是否也要慎重考虑啊？既然武王生前有话，微臣不敢置喙，只是尽力照会后的意思去办便是。那就拜托甘相了。是。楚离子，武王后，魏夫人。王叔留步，魏仪有一事请教。夫君薨了，这国事都有劳王叔主持，可这王位空置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不知这新王继位一事何时会有着落？武王后尽可宽心，秦国国君受之天命，都会按照祖宗的规制去办。什么规制？国君薨了，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；若无后嗣，则……这就对了。都说王叔耿直忠厚，定会秉公办事，果然不错。魏夫人此言何意？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。武王有后啊，望王叔明示朝堂上下，免得一个个为了争王位争得跟乌眼鸡似的。武王有后？哎呀，王叔竟然不知啊！姨儿她有喜了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也就是说武王他有了后人。那你说这继位之事，这是何时的事情？
昨日太医刚刚诊出胎脉，说已经快3个月了。虽不知是男女，但能为夫君留下血脉，自然是欣慰之事。楚离子，那这秦国的国君，既然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继位之事，自当慎重而为。有劳楚离子。老臣告退了。魏仪有了身孕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立新君一事不得不缓上一缓了。为何要缓？这有了后嗣，按照规制，甘相糊涂。后嗣指的是男儿，就算武后有孕，男女未知。再说妇人产子9死1生，其中变数极大。但王位空置，引得众公子垂涎觊觎，随时可能因互相争执而引发战乱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微臣才劝会后要三思而行。诸公子得知武王猝死，个个拥兵自重，蠢蠢而动。其中实力最强者为公子华所部，还有几位公子和他结成死党。而武王后和魏夫人背靠公子华的实力，借助腹中胎儿指令天下，轻而易举便可与会后抗衡。既然公子华是根扎手的刺，为何我们不想法子拔掉它？难啊！公子华身为长子，又有军功在身，就算有的公子们心里不服，当面也要忍气吞声。哼，制服这种人，得用巧力。我听说当年齐景公手下有3壮士，力大无比，难以辖制。齐景公将2个桃子赐给3壮士，3壮士因相争而……会后堪称足智多谋。除此之外，既然眼下王位之事是重中之重，甘相就不担忧宫外面的那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甘相不会不知道先王去世之后宫中的谣言吧？会后说的是先王遗诏。微臣当时也有些顾忌，不过追查了那么久，没有任何眉目，或许就是个谣言吧。可我越来越相信，那东西真的存在，还没出来，只因时机未到。会后断了嬴夫人的年俸，他竟然宁可自己开荒种菜种粮，也不肯离开北郊行宫。他死守在那里，难道就是为了守一个承诺？他是在等承诏的人出现，那诏书才有用。这么说，要看紧嬴夫人才是。老臣立刻派禁军将北郊行宫围起来，看那嬴夫人还有什么手段可耍。右大人，快请。来了，夫人，宫外都被封锁起来了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那会后也不可能一手遮天，禁军中好歹有几个是我自己的人。你快坐下吧。你要是再不来，我真的要急死了。我在外面也替夫人着急，看着粗衣立食的，怕你整不成这等模样。你叔企图破我就范，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称心如意。你贵为大清公主，却受如此百般折磨，如今连走路都不灵便了。病痛只是小事，眼下大清危如累卵，险象环生，是你我该把芈月和公子季请回来的时候了。但
此事干系重大，需极为谨慎。若万一遭遇了风声，夫人性命堪忧啊！我活到今日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你赶快回去准备马匹行装，日服夜行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盯上你啊！快走吧。夫人，走吧，快走吧。夫人保重。天这么热，还要绑这么个累赘，烦死人了。你就忍一忍吧，万一来了人看见了，我们这番筹谋不是白费了吗？忍？我怎么忍啊？这才4个月，还有半年呢。想到我就不堪重负。不堪重负的10个月，却换来终身的荣华富贵，值得。姑母，我人前还要装神弄鬼，然后你就让我松快松快吧。你这丫头这么任性，非要误了大事不可。夫人，公子来了。母亲，华儿，你还真回来了。会后召集诸公子，明日在宣誓殿上商讨新君继位之事，我岂能不来？华哥哥，听说妹妹有了身孕。身孕？喏。妹妹，你疯了！这可是欺君罔上的大罪。君在哪里？君已经死了。你就别怪他了，我们也是走投无路，才出此下策的。武王猝死，秘书对仪儿和我马上就变了脸色。为了独揽大权，他时时都可能对我们下手。仪儿那肚子也是我们唯一的护身符。可你们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啊！等到了10个月，我们想办法从宫外抱个男婴回来，一切就可以尘埃落定了。你们打算用他来争储位？我们要用他替你换来社稷天下。华哥哥，这男婴只是一个傀儡，但他能帮我们名正言顺地得到王位。等过些时日，我们就想办法让这个孩子消失。仪儿会过继你的孩儿为4君。秘书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是自然。听说他想把公子壮那个部中用的东西扶上王位。哼，说来也奇怪，这公子壮是魏长史的独子，而魏长史是姑母的妹妹。按理说，他应该跟我们魏家一条心呢。唉，公子壮自小被惠后抚养，已经被调教的只会看惠后的眼色行事了。可我听说，惠后这几日跟公子辉走得很近。真有此事？公子辉自被封为蜀侯后，一心做大，野心勃勃，连我都不放在眼里。这公子辉性情倦狂，目空一切，他也能听惠后的摆布。是啊，就算惠后跟他有交易，立他为国君，结果最后落得两手空空，图的是什么呀？想也没有用。明日宣誓殿上，什么都清楚了。请公子接见。本公子只有在面见君王时才谢见，眼下君王何在？滚开！武王英年早逝，
壮志未酬，我痛心疾首。武王刚强直理，志在开疆拓土，肆夷兵符，攻夷圣武。若不是武王刚愎自用，不肯纳谏，何来今日英年早逝？诸国都已在暗自窃喜，肆夷宾服、攻夷圣武等美事之词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公子华，武王尸骨未寒，你为人臣子，应遵本分。身为武王兄长，你可知隐君之过，不可非君之道理。行出于己，名生于人。以大行受大名，细行受细名。光武王一个武字，便知他生前是如何行事了。我只不过是在提醒诸位，该彰善淡恶，为后世戒。这大殿上坐着的公子，都是先王的骨血。难道只有公子华能说会道？别的公子就无话可说了吗？华哥哥，我说两句。华哥哥的见识未免偏颇了。那武字也有危强敌得、克定祸乱之意，明明是夸之多穷之物。创帝，不用遮遮掩掩。公子华，你太过分了。就算武王有所不是，但他仍是你的兄弟，是我大秦的先王。更何况这朝堂之上，皆是我秦国重臣。有你这样说话的吗？你是何人啊？哦，原来是小小属侯，一无公标青史，二无积德累善，你算老几啊？你再说一遍！再说一遍又如何？哎，今日请诸位公子在朝堂议事，是为了社稷国本，不可意气用事，因小失大。好了，你们都是兄弟，不要为了小事伤了骨肉情感。这几日暑气重，我亲自酿了一些蜂蜜酒，用冰镇好了，放在大家眼前，来，都尝尝吧。这酒味道如何？会后亲自操劳，自然是好酒。酒不错，就是过于甜腻了些。武王亡故，宗庙不宁，各国都在派兵遣将，对我大秦虎视眈眈。这储位之事是当前大事，各公子都有何高见？这些年一直是由会后协理武王掌管朝政，储位之事，自然还是会后说了算吧。武王后已有身孕，按规制，王位应传于武王后嗣。难道此事也有异议？武王后有孕，自然是喜从天降。先且不说生男生女，这武王后临产还有大半年的光阴，王位不可空缺。我看不如先将王位定下来，待武王后产下王儿，再将王位传给武王后嗣。此事还有从长计议。此事还需慢慢商议，不急在一时。来来来，去火气。你不提我还忘了，佳酿还需鲜果陪衬。我听说宫中果园里桃子都熟了，令人采摘了一些，怎么还不送来？怎么回事？难道桃子没有了？禀会后，桃子有是有，只是今年逢小年，园子里的桃子结得稀疏细小，端上来，只怕会败了众人的兴。
世间万物皆由天赐，应当常存感恩之心，哪有那么挑剔？都端上来吧。是。上桃。太小了，这么小太小了，凭什么？这果子看着是小了一些。哎呦，你看这么大，这么大，好大的桃子呀！这真是桃中之王啊！这莫非是仙桃不可？快端上来给我瞧瞧。是。这桃子怎会如此不同？禀会后，这3只桃子在果园里的确生得古怪，就是遇上丰年，也难得见如此奇异的果实啊！天意，真是天意。天有异象，必是吉兆啊！楚离子，你说呢？这老夫一生见多识广，像这样出色的桃子，还是头一次见到。这既是吉兆，我就先尝一口。但愿它能够为我大秦带来些好彩头。果然是仙桃，芳香四溢，甘甜可口。我这新酿的蜂蜜酒与之比起来，简直寡淡无味。我这儿还有2个仙桃，可不能一人独享。这第2个桃，应该给这大殿中有功之臣。你们看，会后说的是啊，应该赏给有功之臣。是啊，依你看，应该赏给谁？此人无可争议啊，自然是处离子了。身为王叔，辅佐2代君王，功高盖世啊。甘相谬赞，微臣不敢当。王叔实至名归。谢会后。国有国运，照理说这第3个桃，应该留给秦国的新国君。只是眼下王位未定，我也不知道这桃应该赐给何人。既然只有1个桃子，那不妨大家论功行赏。华哥哥说的有道理，可这大殿里的人谁也没有功劳啊。只论功劳，不论德行，这有违君子贤臣之道啊！在下蜀侯嬴辉，早年曾随武王和甘相安邦定国，汗马功劳。封侯后悉心管理巴蜀，保境安民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巴蜀兴，秦国兴，这个桃自然应该是归我。公子辉当众招得表功，可惜功劳却寥寥无几。征讨魏国，谁是监军啊？函谷关大战你又在哪里？北扫义渠，西平巴蜀，东出函谷，南下商於，战战都有我嬴华的心血。这大殿上的诸位公子，哪一个敢说他在大秦的功勋册上能与我平起平坐？没错，大哥身为长子，战功赫赫。对，大哥为人公正，有勇有谋，我等愿为大哥马首是瞻。哎呀，你们知道个屁！当年父王为什么没有立嬴华为嗣？啊？就是因为他不遵秦法，在封地与旧族勾勾搭搭，
杨华，他有功，哼，无德。你算有德？你在巴蜀横征暴敛，巧取豪夺，肆意搜刮民脂民膏，信口雌黄！你区一个横门军，敢在这里狂犬吠日！哎，二位公子的话也都各有道理。二位公子都是功勋卓著，在老夫看来，这个桃子还是二位公子分食了的好。甘香，这桃子可以分食，王位不可以分呐。你这哪是在劝和呀？这个桃子我吃定了。休想！朝堂之上，岂能如此荒唐？你们都住手！朝堂之上，刀怒剑，成何体统？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拿下！快走！快叫咱们的人上来！别打了，都别打了！外面的人是哪来的？都是红色华的人呐！这东门外有禁区把守，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朝堂之上，竟然行凶杀人！快把他给我杀了！谁敢杀我？呀！大秦这就算完了，完了！大秦这就算完了！哇，甄嫂的手好巧啊！你们看这个布偶。甄嫂的病看起来比前一阵子好多了。其实甄嫂收拾起来挺俊俏的。给宝儿了。米夫人，婆婆来了，我给您道喜来了。婆婆何来的喜事？巫婆给夫人接了一个好活，夫人要听了准保高兴。婆婆坐下，慢慢说。米夫人，你可还记得那个陶寅老爷？就是那个下了定金，让我们抄写试婚礼的陶寅老爷。就是他，他的儿子要和左大夫家结亲，
即将请妻迎亲，陶尹夫人急着要做一件婚礼上穿的喜服，指定要夫人您的绣活。别提那个陶尹老爷了，他出尔反尔，把我们害得还不够苦啊！这回不同了，这回不同了。陶尹夫人千般万般的求我，一定要让我做这个中人。可继承城内手艺好的绣娘有的是，何苦定要我来做？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，这陶尹夫人呐，知道自己的夫君不是世家，所以格外要面子，挑剔的要命。陶尹家家财万贯，官位不高，却深得国相的信任。他们的儿子是个独子，天资聪慧，连左大夫都愿意和他结亲，说明他们家的运势正在往上走呢。这样一来，陶尹决定把婚事办得风光红火，陶尹夫人自然要在喜服上大做文章了。自从在慕容夫人那里看见了夫人您的女工，继承城中的绣娘哪里还有她看得上眼的？只是我们眼下的活计已经够忙，只怕这单不一样，这单不一样啊！夫人，您要是做了这单，您和公子那就是衣食无忧了。陶尹老爷肯出这个数20斤，200斤，200斤，那足足够公子和夫人几年的衣食了。那么一大堆金子，我们再也不用做别的活计了。母亲不用给别人做针线了，冬日我们还有炭火，还有白花花的粳米粥吃。是啊，是啊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有炭火，有粳米，手上不长冻疮。我一听这个酬劳，就给夫人您答应下来了。200斤呐，那是一个绣娘做到死都见不到的钱呐。这酬劳听起来太荒谬，只怕是婆婆搞错了。我也怕我搞错了，当即问了缘由。夫人可知她为何肯出如此高的工钱？她想用金线做一件缂丝绣罗衫。那是什么衣裳？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衣裳啊！老身我也是孤陋寡闻，夫人您见多识广，想必是知道的。缂丝是采用通经断纬的织法织就的锦缎，而用金丝做缂丝绣罗衫，大约是将缂丝罗衫做好后，再用金丝刺绣勾勒图案，而花朵鸟兽则用五彩珍珠玛瑙贯穿连缀，穿在身上极尽奢华绚烂。魁姑的手艺在楚宫是无人匹敌。她曾经告诉我，当年举姬得宠，她曾为举姬做过一件。可那衣服刚刚做好，不知为何，举姬开罪于楚威后，被楚威后下令毁掉了那件缂丝绣罗衫。这么说来，夫人您是能做的。能是能，只怕娘亲。那好吧，只是我们得合计一下，看这桩活该如何来接。